当一个人对他最大的指责，我今天对陈时中最大的指责，你做一个人的基本资格都不够了。我告诉你，我张亚中也许这个事情做不成，也许做不成，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做一个人的资格，我绝对合格。因为我是想到台湾老百姓有困难，我去帮助他嘛。我想做这个事情，我做不做得成是一回事情，但是我这个心念我是在做嘛。那你陈时中有这样子做吗？你在思考所有问题的时候，你有把台湾老百姓生命摆第一优先吗？你没有嘛。欢迎收看《洪流洞见》，我是洪淑芬。在今天的嘉宾为您邀请到的是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教授。教授好。你好。好，我们看到现在全世界呢都在抢疫苗，所有的国家都为在自己的国民抢疫苗。国民的人数有多少？他们抢的可能是2倍、3倍、5倍、10倍的疫苗。但是反观台湾，台湾为什么到处要找进口的疫苗都到处的碰壁，找不到呢？好，我们看到呢，今天张教授呢，其实他也很心急，所以呢，他跟郭台铭先生一样，他也去找了疫苗，而且他是透过了在大陆的朋友台商，那么找到了有1000万剂的疫苗。好，这1000万剂其实不是小数目，非常的多。你看郭台铭他也找到了500万，但是张教授他找到的是1000万剂，包含了500万剂的 BNT 德国的疫苗，另外还有包含了大陆的国药500万剂的疫苗，总共是1000万剂的疫苗。这些疫苗是要完全免费的送给台湾，但是张教授他在申请的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难处。我们今天特别要请张教授来告诉我们，就是现在目前的进度是什么？其实外界有非常的声音呢我们待会再来谈。但是我想要知道说现在最新的进度是什么？因为呢，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卫福部呢，他认为说你给的资料太少了，你只给了一份的影本。好，昨天在31号的傍晚你申请之后，你是给了一个影本，那么你今天另外再给了一份委托函。好，对他来讲似乎是不太够。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委托函的部分。张教授，顺便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委托函，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证明？我先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5月20号的时候就送给政府一个，算是一个，应该叫做什么东西？我们跟政府希望能够取得一个联系哈，希望政府可以安排一个窗口来辅导我们谈这件事情。那我想我先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并不是一个药商，我们也不是去采购药品，然后到台湾来卖或者到台湾来赠送。所以简单来讲，现在所谓的药商要进口的那个8个项目，跟我们所做的事情它是不一样的。我基本上就是很简单一个逻辑，像我们台湾老百姓都很喜欢做善事，比如说希望能够捐款或者捐助物资。我相信像慈济、像佛光山常常做这种事情。那我所扮演的角色就是，我了解到，在我的努力之下，台湾的大陆的台商，以及大陆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商人，还有一些朋友，他们愿意集体来捐给台湾1000万剂的疫苗。你刚刚谈到了德国的500万剂的 BNT， 还有500万剂的大陆的国药疫苗，这2个疫苗呢都是经过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好，在这个情况下，我的角色其实非常简单，我就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的卫福部。所以卫福部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捐赠的单位，被捐赠的单位。那被捐赠的单位，它所需要的，我所扮演的角色，我不是个药商。所以其实我只要做2件事情，我做一个诚实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中介者的角色。第一个呢，我到时候会证明说，我所给您的这个药或者给您这个疫苗，它绝对都是原厂出品的。第二个呢，我会负责把这个药呢，也许从德国和中国大陆这个疫苗呢运送到台湾的桃园中正机场。所以到时候它是会分成2批，一批的话就是从德国原厂 BNT 的部分500万剂从德国直接送到桃园机场，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中国大陆的国药，它是从大陆那边起飞，直接送我们这边来，然后同时也是送到台湾来。那我请问一下淑芬，我送到桃园机场以后，是不是交给中央我就没有责任了？后续的事情我们也说由中央全权处理。政府应该包含后面的冷链的系统，包含后面怎么接受的系统，它应该要处理好。你讲的没有错，基本上你说冷链要冷冻，还要我来提一个说明书吗？因为我不是来卖药的，我也不是来卖疫苗的，所以我的逻辑跟他的中央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基本上给他一个公文，就讲一个简单一句话说，可不可以请你派一个辅导员或者辅导小组来告诉我，在这种捐赠的情况下，我需要提供什么资料？我不是个药商，
可是你也看到在新闻媒体上，陈时中在他的记者会里面，一副语带轻佻或者非常鄙视的讲说：“哎呀，他只一张纸，然后笑一笑，根本就好像不把它当回事儿。”请真的不要这个样子想。那我今天早上呢，又开了一个记者会，完了以后呢，我又亲自拿了刚刚淑芬提的这个委托书，我就告诉这个陈时中，我要表达一件事情说。今天在大陆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如果说只要台北政府能够同意，那么马上开始500万剂的上海复星，透过上海复星我们的 BNT 的疫苗，还有大陆的国药疫苗，立刻就坐飞机开始运到台湾来，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我今天想跟我们的卫福部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争取时间，然后一方面你只要跟我很简单来讲。你同意还是不同意？要不要接受捐赠嘛？你愿意捐赠以后，我当然会附原厂的说明书。还有，当你要我捐赠的时候，会提供你说这个药品它的效期，因为我们愿意送等于说越近的越好嘛。对。好，它所有的药的资料，我当然会给你。那另外你说还要什么药品说明书？当然我也可以给你了，但是请你了解，这6支的疫苗都是联合国通过的。网络上随便一抓就下来，这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对，今天其实又多增加一支，也是大陆的疫苗，大陆的科兴，对，他们变成这个7个了嘛。对，大陆占了2个嘛。所以我跟淑芬讲，跟各位观众讲，我们的角色是非常简单，我们就是告诉卫福部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呢，请问你愿不愿意接受？愿意接受，我们就跟对方讲，一方面开始准备出货，一方面呢，基本上你要的所有的资料，我就准备给你。我讲句不客气话，你根本不接受。我现在准备那么多资料干什么？对，我不是很无聊吗？但是他的态度就是认为说，你如果要来，一开始他的态度也很强硬，说你要来捐赠也好，你想要从国外买疫苗过来也好，你都是要经过我们所规划出来，我们所计划的这些，包含你要准备的8大项的资料，你要准备有药证，你包含你的后面的冷链，你要怎么处理，你都必须要准备好。所以你看到郭台铭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他40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准备好那些资料，但是老师你是一个人，对，你这些资料都没有，所以对他来讲，他就不太理你呀。这不太理我，那你跟我见面，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你，那好，你不理我没问题。但是我今天开完记者会，我把这个委托书带给你，我今天不是在这边跟你糊弄哦，我今天告诉你说，你愿意的话，我也许在1个礼拜以内，我的飞机就过来了，就把疫苗就拿过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讲说，我们今天有捐赠的一方，我们是不是可以坐下来跟我谈一谈嘛？今天还是不理嘛，就还是不理你嘛。那我们的看法就是说，卫福部是不是不要这样去想，到底人命重要还是文件重要嘛？到底人命重要还是行政程序重要嘛？但是显然他现在觉得文件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他在的每一次的记者会当中，他提到都说他要文件，就是他说的都是你缺文件，你只有一个影本，你只有2张的委托函哈。今天这张是你最新的一个委托函。好，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这张的委托函哈。那这张委托函上面写的是广州幸福嘉信商贸有限公司上面的委托函。好，上面写的是说，本公司接受您的委托，作为处理捐赠给台湾社会的由上海复星公司代理的德国 BNT 疫苗500万剂，以及国药集团所生产的无活这个灭菌疫苗500万剂哈，来处理这个进度如下。他说，这些都是已经经过了上海复星公司还有国药集团的洽妥了，都是按照这些书已经准备好了，他说随时都可以进入交货的程序。好，是真的随时都可以进入交货的程序吗？因为我们现在急疫苗非常急啊，因为完全都没有疫苗可以打。然后呢，你看到世界各国都在解封了，像今天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它整个城市全部解封，大家开心的开始要拼经济了。看到美国，看到了英国，看到欧盟，英国今天是14个月以来第一次的加零，今天没有确诊的本土案例，所以你看到世界各国，包含美国、欧洲其他国家，都全部开始要进入一个新的复兴的一个经济复兴的一个阶段。但是台湾现在面临的是没有疫苗，现在是今天病例数还500多例，所以它其实还是很严峻的一个情况。我们面对的不用钱的免费的1000万剂的疫苗，卫福部的态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真的不太能够理解，就是说我刚刚讲，除非你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面对人命关天的事情，你可不可以找个人来跟我张亚中谈一谈嘛？把这个事情了解一下，那我今天也不会去骗你嘛，对？那我今天敢发这个文出来，对方敢发这个文出来，因为这一家厂商也是广东最大的一家药品的进出口商，
啊，透过他们的联系、他们的协助呢，透过跟上海的复兴公司合作，以及跟中国大陆的国药合作，那双方面的公司都给他们做承诺，假如台湾需要的话，那么他们会优先的拨500万剂跟500万剂，立刻把它送到台湾来。这是我今天提出一个书面文件，不是我在家自己用电脑写的嘛，这是人家怎么传过来的。那我今天就把这个公文送给了这个陈时中嘛，那我看看他到底怎么反应呢？我真的希望不要这么傲慢，不要那么骄傲。那我们来试试看嘛，你就答应我说好，张老师，你有本事你就送过来，反正照顾台湾老百姓嘛。那你就回答我一个，你到底要或不要嘛？你不要就说，哎，孩子，不管你怎么样，你先把所有文件都准备好。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台湾的老百姓做公益做得非常多的，我相信你我都做过公益。做了很多的公益。我当然有啊，因为你知道，大家了解我的另外一个身份，不要以为我只是台大教授，我其实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国际佛光山的国际佛光会的世界总会的理事，我还有一个身份是中华人间佛教联合总会的常任理事。这个常任理事呢，大概全台湾的只有2个人是所谓的在家众。在家众，那因为我长时间追随星云大师，星云大师在大陆也做了非常多的善事，所以我也在这个机会认识了很多大陆的朋友嘛。所以碰到这个事情以后，我也跟大陆的朋友提出一些要求，大家也愿意来帮助我嘛。当然，这绝对不是我的因素，大家都看到台湾这个需要，这就是一种同胞爱、同胞情嘛。有很多的台商愿意去帮忙嘛。老师，这个时间点就是大约是在2个礼拜前，2个礼拜多以前，2个礼拜多以前，对，那个时候就我们疫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刚进入的第3级警戒的时候，对，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大陆的台商、大陆的朋友，或者说台商，他们其实已经打完疫苗了，但是他们在台湾的家人可能都还没有打，所以他们心急，也很希望台湾不要陷入那样一个状态。所以老师是不是在2-3个礼拜前的时候才跟他们做了一个联系？2个多礼拜以前我就开始算是发动。那先找几个朋友，你也知道，透过这种好事情，大家不是帮我张亚中弄清楚，大家是帮助所有台湾的老百姓。那这种算是花家，大家自己总是有一些网络系统嘛。那中间当然有一些比较有实力的、有本事的，大家就出来做这个事情嘛。好，那对我来讲，就是说我今天在台湾，我也不了解大陆到底哪些人，他们怎么去运作的。但是我今天因为真炼他们是负责等于说是大陆方面，老师可不可以比较详细的告诉我们说你在接触的过程，然后是由大陆那边是谁来做代表，然后他背后还有多少台商或者是大陆的朋友，然后一起来共襄盛举？因为大家想会有一点疑虑是，这背后是谁的钱？是台商的钱，还是说中国大陆的钱，还是国台办的钱？因为这最后变成是一个。还是会陷入到政治方面的大家一个疑虑。我先第一个回答你，很直觉的回答你的问题。当我这个讯息出现以后，大陆方面也许他们找了这个真炼先生作为我的一个对口的，那他告诉我说，他来协调以后，大概可以找到500万剂加500万剂。那对我来讲，讲难听，我在台湾，我再打几个电话，我的朋友再多，我大概也没办法做完这个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人家来帮我做这个事情，这是第一个啊。我基本上我刚刚讲，坐在一个捐款的角度来讲，我接受别人的捐款，别人怎么过的，我当然相互的尊重。我基本上是保持一种善意，因为不管是任何人，我希望大家有个概念，任何人都可以做善事。OK， 任何人都可以做善事。好，第二个问题，你说是不是进行统战？会不会大陆来统战你？我请问一下，打了疫苗以后，你是台独的，马上就变统派了吗？不会吧？愿打疫苗是一个自由的意志嘛，我们自由的选择嘛。对一个好的政府，台湾的政府应该让全世界只要是合格的疫苗，你们都有资格进到台湾来。来了以后呢，让我们台湾老百姓能够自由的选择打疫苗，这不是非常好吗？打疫苗跟你会不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是2件事情。你不会因为到台独的医生看了病以后你就变台独了嘛？这是你自己的自由意识。所以我的看法说，一直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统战，我个人觉得很没有意义在。那你说大陆政府有没有角色的？他当然会有角色啊。大陆这个体制的话，如果民间做这个事情，大陆官方彻底的反对，请问做得成吗？一定大陆的官方乐观其成的。好，那你说是不是台办？台办能有多少的经济预算支费啊？他统战的方式，他愿意这样子做。假如我们推到1万步，我们国家到外面去做援助的时候，我们政府是不是也愿意乐观其成？民间在做的时候，也要得到政府的一些支持。同样道理嘛，他们的政府在扮演一个推波助澜的角色，也许是有的，乐观其成的也是有的。但是你要说中国大陆的主导，我说是实在话，我真的也不清楚，对不对？我在台湾，我怎么会清楚？再退1万步讲，就是他政府扮演某种程度的角色，
又怎么样？你还是可以打啊，所以你打现在 BNT。所以你现在中间透过的一个中介就是曾念这个人。对。所以曾念他到底是谁？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什么样的台商，或者他是一个大陆人？他是个大陆的商人？就我们很多的。可能台湾人他还是会想要知道，就是说，好，那大陆是谁给的？就是曾念他是一个，他有什么政治目的？好，大陆反正台湾很多人想法碰到一定大陆的统战嘛，对不对？希望来统战我们老百姓嘛。那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你打了疫苗你就变统派了吗？你吃了大陆的一些什么东西，你就倾向大陆了吗？这个其实是两件事情。我们对疫苗的一个标准的衡量说，这个疫苗有没有效果，对不对？有没有效果，这是第一点嘛，而不是说效果打了以后，我是不是他这个政治意识形态的东西？我们两军如果在战争的时候，如果对方愿意给你医药，你也要拿，这有什么关系呢？对，是救我自己的身体。好，那你刚刚谈到曾念这个人呢，我是因为这几年来从事一些文化活动的时候，也刚刚跟你讲，我也从事佛光山的一些慈善活动的时候，我跟他算是结识了。那结识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个人的背景影响还蛮大的，因为他跟我们蒋经国，还有我们以前的国防部长于大为，他们都有一些亲属上的关系，所以这种盘关错节的关系，他可能在大陆中，他有他的一些影响力。这是我完全我是了解一点，但是我也不见得完全了解。大陆朋友这么多。对我们认识的话，平常在一些场合中认识。那这个情况下呢，我也在某种情况下问到他，他也愿意帮忙啊。其实对我来讲，我刚刚讲，我是一个接受捐赠的一方。我其实很单纯，我常常讲说，如果台湾老百姓觉得说你大陆的统战来的疫苗，那你就不要打嘛。那有的人想打嘛，因为这疫苗本身来讲，也不会说打到这个统派的身上会比较有效果，打到独派的身上就会致命。我们刚刚看到网络上有一位网友问说，尤胜武他问说，要是打死人怎么求偿啊？说一下，我告诉，就我们先解释一下。老师募到的这1000万剂的疫苗，其中500万剂是 BNT 德国原厂的，它是从德国直接飞来台湾。好，那另外呢500万剂呢是国药疫苗，对，大陆的国药疫苗，不管是 BNT 或者是国药疫苗，这2支疫苗全部都经过了 WHO 认证是安全的，是经过了第3期的人体试验，全部都完整的，它是认可是没有问题的疫苗。所以呢，只要我们拿到，老师说最后就是拿到一个包含的它的那个说明书，就是药证之后，就回到台湾原厂的授权书，然后包含它的一个证明书，其实这些都没有什么问题。对，但是我比较担心的是，老师你中间透过的是曾念这个人。老师，你会不会被骗呢？就是他跟你说要给你1000万剂，会不会根本最后不是？好嘛，如果大家他骗我的话，那就是闹个笑话，我就是被别人糊弄了嘛。但是我相信是不会嘛。这种事情讲难听点，他的名字在全世界也都出现了。因为现在有一些名字也出现，除了曾念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台商他也愿意出来了？当然会有嘛，我不愿意讲名字了哈，当然会有了哈。比如我随便讲2个好了，像那个林瑞阳听过吧？林瑞阳就是之前演过连续剧的偶像剧，还有太太张庭，都是艺人，后来去大陆发展得非常成功。帮这个那个大陆方面，他们在联系上海复兴公司的时候，他们也贡献了一点力量啊。所以你中间在联系，透过了曾念去联系上海复兴的时候，也透过了一些台商，像是林瑞阳，像是张庭，因为他们这对夫妻在大陆，其实经营得非常非常成功，公司做得很大。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捐钱哈，但是他们在联系上海复兴公司的时候，的确帮了一忙，这是曾念跟我讲的啊，也不是他跟我讲的哈，就是有很多事情你也知道，要做成这么一件大事情，它背后是需要非常大的一个社会的一些网络，而且非常需要社会的一些有心人。那我觉得希望大家一直回到一个阶段来讲，今天对我一个张晓忠来讲，我卫福部是我们的捐赠方。对。那有人要去捐赠，有人告诉我了以后，当你看我会不会被骗，对不对？你说我会不会骗？那也许我会被骗，但是我认为我不会被骗。对，人家告诉我说，张老师，这是我们承诺你的，你就跟卫福部讲，如果卫福部同意以后，我们就把它运过来，就这么简单。是，那你叫你会不会做，你也会去做啊。老师，那你在5月31号傍晚去送件，第一次送件，然后之后有卫福部有人跟你联系吗？因为那时候苏贞昌就说中央政府他说他们已经成立一个专责的单位，一个单一的窗口，可以来接受这些民间，包含了民间的企业，包含了民间的宗教团体或者是非营利组织，愿意到国外去买疫苗回到台湾的人，他们都会给予一些协助，还有一些来辅导。但我不晓得说，老师你在5月31号送件之后，以及在今天又再一次的提供这些资料之后，
卫福部也好，或者中央政府也好，是不是他们有什么人跟你做了接触，有什么派人来跟你做了辅导？到今天我来上节目这一刻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我也帮我们孙维学校的执行长姚大光先生，你们都认识的，他是处理两岸之间事务非常著名的一个在观光业的，算是我们大佬级的人物。我把他的电话留给了卫福部，有任何消息请他跟他联系。可到今天这一刻为止，卫福部没有跟我们联系。那我觉得很难过的就是，你不止没有联系，你这个陈时中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你也知道那种语气方面的非常不屑的那种讲，他那个语气有一点在羞辱人嘞。对，羞辱人嘛。好，那所以说我今天好，那你认为我在诈骗你，或者我在消遣你？那我今天又送了一个东西给你，那你要不要相信呢？可不可以来谈谈看呢？那你愿意的话，那我就万一我1000万的都送过来呢？这是政府的态度。对，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需要疫苗，需要这么的恐急，我们买不到国外的疫苗，台湾自己国产的疫苗又在2期解盲还没有完成，也就是说现在还没有办法马上打的情况之下，如果国外有民间团体也好，有办法拿到疫苗，那为什么台湾应该他的态度是应该很积极，很立刻马上要去跟你做联系，应该是这个态度才对。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卫福部的态度，它不是这样的态度，它变成是说你要拿资料来跟我来申请啊，你资料不全啊，你这样子不可以啊，你只有1张的纸，怎么样我可以确认呢？所以他的态度是完全是一个非常高傲的姿态的。这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了，就是在人命的面前，我真的希望我们的卫福部稍微严肃一点哈。我今天张老师，我送了一个委托书，这个东西包括有上海到广东的最大的药商，还包括他们讲的上海复兴已经准备好了，中国国药已经准备好了。那我今天就把这个意向书告诉你，如果你觉得可以接受，你说张老师，我们原则同意好不好？那我就好回去跟他洽班机，然后请他把这个药号全部报过来。那你看了以后，飞机就马上起飞嘛，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对，但如果说卫福部他对于中国大陆的疫苗，它有疑虑，它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它不愿意要的话，那你另外500万剂是德国的 BNT 疫苗，买都买不到的，你都可以想办法去要到、去拿到、去运到我们的门口，运到了桃园机场的门口，就国门门口给你的，但是他们并也不积极，也不想要。好，但老师，你可不可以再谈一谈，就是说，因为大家之前有人说，好，那你1000万剂是要不要钱，要多少钱，或是怎么样的一个运作的方式？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老师再跟我们讲一下？我刚刚讲，对我一个受赠者，我的责任，因为我们政府讲过了，要交给中央的所有它的分配啊，所以我很简单，我全部1000万，我自己不会赚1毛钱。比如说有一些企业，它可能就比如说郭台铭或者其他的企业，或者说是竹科的一些科学园区的一些大企业，他可能为了自己的员工，他现在开始要去买，那买完之后他会说啊，那我买了10万剂，那我其中的1万剂我是要留给我自己的员工打的，但是老师你说的这1000万剂是全的要交给卫福部，要交给中央直接去分配的。我第一个，我张亚中自己一剂都不留，我全部给你。老师打过疫苗了吗？还没打。所以就算这1000剂来，老师也不会说第一个先要打。没有，全部捐给你中央，你们来调配。只是在捐赠者的那一方，因为他本身也是从文化事业，他希望是不是也可以多考虑弱势团体跟学校的师生列为优先。这是人家捐赠者的他的一个心愿。所以这捐赠者其实还是很有佛心，就是他很有善心，是想要帮助台湾的弱势的团体的。所以我是希望说，对我来讲，我基本上，假如你政府相信我，那就答应我这个要进来。像你刚刚谈的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更严肃了，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对疫苗的标准是这个疫苗好或不好，而真的是不要看这个疫苗的政治背景。我们今天有多少的药，也许是俄罗斯出厂的，也许是哪个国家出厂的，但是它这个药只要能够经过国际认可，能够救命，这有什么问题？就好比我们要输血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管谁的血，只要能够有对我身体，我就做了。因为有很多东西它是超越政治的，超越意识形态的。我们对人性、对生命的一个关怀，这是非常重要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来反省一下，为什么大陆的疫苗你就认为不能进来？为什么是德国的疫苗你就认为可以进来？但是大陆现在有7个联合国卫生组织通过的，里面有2个，一个是国药，一个是科兴。假如这些药能够帮助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我也跟你提到。
大陆这个国药的东西，它是用传统的方法，它对人体的副作用是比较低的。换句话说，对于一些老弱或者有心脏疾病的人，他们打这个疫苗以后，他的反应不会这么的强烈。所以有的人可能还喜欢打这个疫苗，那有的人喜欢打 BNT， 有的人想莫德拉。我觉得对一个政府来讲，我不管他从哪边来，只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合可的，我都让他进来。进来以后，我没有逼着你要去打哪个疫苗啊。我没有逼着你要打 AZ， 你要打 Johnson， 你要什么东西？这民众是可以自己选择，当然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身体状况是适合需要打哪一种的疫苗，因为每一种的疫苗它的副作用是不太一样的。你刚刚讲到的是像是国药，它可能对于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它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它的原本的抵抗力就没有那么好的，它可能就不太适合去打，就是说像 BNT 啦或其他的，它的那个整个药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疫苗。但是我要讲说，Johnson 其实他在过去就是不久之前，他做了一个影片来告诉大家，也做了一个实验跟一个科学上的一个数据，就是不管你是AZ 疫苗，或者是你是 BNT， 或者是你是国药疫苗，或者是你是莫德纳疫苗，你这些疫苗只要是经过了 WHO 通过认可，它的保护力就是达到一定的程度，而且呢，它可以帮助你在你不管是免除于你在重症以及死亡这个部分，哈，你可能它的保护力如果没有很强的，比如说有一些像 AZ 啊就70几，但是呢，你打了1剂之后，可能你的保护力就增强，就相对的增强到80几，所以这就是利大于弊嘛，对不对？所以这些疫苗都是经过了 WHO 所认可的，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疫苗，只要是它是合格的、安全的，有人愿意送到你家门口了，为什么都还不要？好，我们看到蔡英文呢，他在前2天的视讯记者会上，他也提到说，中央会全力的协助民间，但这句话好像讲假的，因为他好像也没协助到你呀，没有管我，完全没管你，完全不管我。所以这1000万剂他到底是要还是不要？所以我今天又再发一个文给他嘛，我讲得更清楚了嘛。卫福部吗？对，我今天下午开记者，我今天都11点多的1点多的时候我送进去了嘛。那今天他应该看到了嘛？对。那我想明天再请教他一下，我可不可以亲自拜访一下，对不对？陈时中嘛。你有透过关系找陈时中吗？我当然没有关系，你帮我介绍一下。对。我们在网络上请网友帮忙一下好了。对，帮忙一下嘛。那今天来谈谈看嘛，对不对？因为假如我们假设好了，是假如它是真的，那么是不是马上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你不要先想说我是假的嘛。对。假如我张老师真的是真的，那1000万又不要花1毛钱来台湾的话，如果你觉得哎呦大陆疫苗我不要打，那你就不要打嘛。对，好，那你说你有疑虑，好，那就是我们500万的那个国药疫苗，那我们就暂时不要进来。那德国 BNT 可以先进来吧？对，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都可以讨论的，都可以讨论嘛。但是因为这个疫苗，但他现在就关闭了这个讨论的空间，他不想跟你讨论，他不愿意跟我讨论了，而还很语气轻妙的消遣我一下的那种东西。他说1张纸，佛光山给他的也是1张纸啊。佛光山也是给他1张纸。对啊，佛光山就告诉你说，我现在有这个疫苗20万到50万疫苗，那我希望跟你来谈。礼拜1上班以后，江森公司可以跟我联系。你去查佛光山也是1张纸啊。可他对佛光山不会讲这种话，他讲我话就讲得很羞辱一下。因为你背后还有500万剂的那个大陆疫苗，所以他可能不要疫苗本身来讲，疫苗本身是没有政治色彩的。对，没错，因为什么疫苗我们都需要，因为现在就是台湾没有疫苗嘛，对不对？好，但是陈时中他有讲到说，他说你们买疫苗哪有那么简单？他说你看我们跟各个原厂花了多少时间。原厂的这些疫苗公司，他们是要跟中央政府，或者是像一些超国家组织，比如说像欧盟这样的一个组织来谈的，怎么可能会你们随便要买就买得到？所以买疫苗是很难吗？还是说老师像你讲的，我只要有钱透过管道，其实都可以买得到？我觉得也许我们大陆的朋友和台商的朋友很有办法吧。那如果你觉得你买不到，请你下台好不好？对，就很简单嘛。今天有没有东西，这是一翻2瞪眼的事情。你很简单，你就跟我说，张老师，我跟你约了，好，那我们现在答应你，如果你能够进来的话呢，那我们都接受。一句话讲完就好了嘛。那剩下的事情是我在努力的嘛。如果我搞个2、3个月还进不来，你就帮我骂一顿就好了，全台湾唾弃就吐我口水就好了嘛，好不好？这是不是很简单呢？对，请问一下，对你有什么损失呢？我对你有什么损失呢？你没有什么损失嘛。
那你为什么假设说我来开你玩笑？假设说我今天的疫苗可能会有问题，我是不是卖假货的，会毒害台湾的老百姓？台湾老百姓接受我张亚中带委托征收了疫苗以后，打了以后全部就完蛋了，有这种可能吗？老师，我想现在因为我们在线人数有2000多人哈，那有一些朋友可能现在才刚进来看我们的节目，所以呢，他们可能也会想要知道说，整体的你去募集1000万剂的疫苗的整个的过程，老师可不可以比较简短的跟我们讲一下？就说大概2个礼拜前的时候，你怎么样的方式，然后去什么样的心态，然后想要去进疫苗来到台湾？我刚才跟淑芬讲了，或许大家看我就是一个台大教授，但是真正认识我的人，大家知道，其实我在世界上很多的朋友，那我刚刚讲说，其实很多这是因为我10-20年来也追随星云大师，还做了不少的好事情跟着星云大师好事情，所以我的人脉其实还蛮广的。那在两个礼拜以前，看到台湾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我很自然的打电话给我台商的朋友，还有大陆的朋友，大家几个电话一连串以后。他们那边呢，几个大陆的朋友就说，我们决定要做这个事情，跟台商的他们开始在串。那至于他们怎么串，说实在，我在台湾，我不可能去一一去追问，我也没这个能力。但是后来呢，别人给我结果，打一个电话说，亚中这个事情没问题了，你所提的，我们就500万的 BNT，500万的大陆的国药，就是进口来，你只要把台湾内部搞定，我们就进来。很简单，那好，我知道这个讯息后，说给我一个委托书。好，那真炼是不是就给我一个委托书？我有了委托书以后，我就到卫福部去报告，对，是不是报告？那卫福部就说，你要来以前，你必须八项文件都准备好。那我跟卫福部说，我不是药商啊，我又不是买来台湾卖的。郭台铭他有这么多的团队可以去他都花72小时啊。你想想看，假如我去准备8项文件，我第一个我跟你报告。我先要花大概100万到200万找一个药商，对，请他帮我准备资料。我什么表格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内容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次，郭台铭他是透过的台康生技去处理的。那台康生技我们也知道，他就是这一次的国家队嘛，所以基本上他对整个的药的处理都很清楚。所以呢，他的速度也可以很快。对，但老师就是一个人，我觉得老师就是很对我很自然，就是我相信，我今天讲，我相信我的朋友，答应了我的要求，那我就很自然就跟那卫福部讲说，我有这个讯息，我要跟你报告一下，你可不可以找个人来跟我谈一下？假如在我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因为按照我们的东西，其实也不需要药商，只要 CDC 我们的政府说一句话就可以了嘛。就像我们现在去买国外的 AZ 疫苗，我们也没有跟原厂去。我们是政府，是不是就出面了？我们也没有药商出面。假如我这个事情你觉得可行，请你政府出面，对不对？你政府出面跟我的大陆，我安排朋友见面，你们2个打个电话约一下，请你寄什么，我寄什么东西，货就到了，这有什么困难呢？对，但是现在对于卫福部来说，要他们出面去跟大陆的朋友去接洽，可能没有那么的容易。那我做一个中间人嘛，那你告诉我说，张老师，你告诉他我需要什么资料，好，那你假设你要的时候，我再提供你啊，对，你要的时候我再提供你啊，我已经告诉你500万剂的 BNT，500万剂的国药，这还不够清楚吗？好，那我提供你原厂证明，我就把原厂证明给你，你要提供这个效期是多少，我也把效期提供给你，有效时间给你，那还有什么问题？所以现在是卡在就是说，台商大陆的朋友，他们愿意提供这1000万剂的疫苗，但是卡在是我们的卫福部还没有点头要这笔的疫苗，是这个原因吗？对，就是很简单，你不要说，你说原则同意好不好？假如你今天的东西都核备了，我就原则同意要进口了，那我一定连夜拼了命叫我们大陆的台商朋友跟大陆的朋友把所有资料准备好。准备好什么东西？我不需要准备什么冷链吧，我也不需要准备什么执行计划书啊。我有什么好执行计划的呢？我这个事情不就简单吗？那我要的什么？给你一个原厂的证明，对不对？就这个 BNT 或者这个大陆的国药，它不是个假货。药品说明书我到网络上可以下载给你，供货的期程我是不是500万一次给你？台湾是不是消化得了？还是我第一次给你50万，第2次给你100万，第3次给你多少钱？我们把时辰弄好，你决定好我才能够算嘛。老师，这一份是广州幸福嘉信商贸有限公司给增炼的委托函，也就是说他们愿意，而且他们也准备好了，随时呢可以交货。对，所以也就是说他们的
管道都已经找好了疫苗，已经跟 BNT 已经做了接洽，应该说他们跟上海复星都已经做了接洽。上海复星有这个量，他马上可以出货。也就是说，只要是我们的卫福部，只要是蔡政府他点头说好我要，那他马上就可以出货，马上他飞机定好时程，他自己从那边的冷链的系统自己就可以做到送到了桃园机场，马上就送到台湾机场之后，全权交给政府，全权处理，立刻全部都交给政府来处理。我们1毛我也不留一个给你，就这样。请问这个事情很困难吗？我们在台湾大家都做过义工，捐不是这个样子吗？我打个电话说，哎，我是佛光山的，我们今天要捐助这些所谓的救难的人多少钱，不是多少的物品，然后你说好，我就把它带过来了，以后交给你就结束了嘛。但是现在可见就是，卫福部并没有那么的想要理你啦。对啊，那这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你是不是根本就不想疫苗进到台湾来嘛？会影响到你尖端的、高端的股价嘛？是不是？老师，你讲到重点了。对，所以说你搞的就这个理由嘛，那你不要一天找一大堆理由嘛。现在一直在拖，很多事情在拖，就是国外的疫苗进口在拖，拖的是什么？就是等着，很多人都认为就是等着高端，6月中的解盲之后，然后呢就开始要7月最快6月底7月就可以施打，就是国产的疫苗就可以施打，现在就是在等这个部分。你想想看，如果1000万进来，郭台铭的500万进来，还有很多实际今天也要进来，完了以后，大概我们的这个高端的股票大概会跌到谷底了。对不对？因为你基本上你2期的盲试还没有做完，第3期你又不愿意做，你今天打了这个台湾的疫苗以后，你也许可以出得了家门，可是出不了国门啊。老师说到一个重点，就是说他第3期没有人体试验，但对其他世界上其他目前已经受WHO 认可的疫苗来说，没有做第3期的试验，其实呢，被认可的几率是不高的。可以这么说，然后你看，我刚刚讲到说，现在全世界都在解封，美国也在解封，欧盟很多的欧洲国家现在开始不戴口罩了，他们都已经正常要开始活动，他们的经济也开始活动，旅游一样，观光都是。但是呢，相对的台湾现在还走不出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去。好，将来大家会说你要出去要出国门，可能就需要疫苗护照。但这个疫苗护照呢，要经过谁的认证呢？是要经过 WHO 的认证。你打的如果是高端疫苗，能不能拿到疫苗护照？是不是可以被其他的国家认可？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这就是问题。你看我们的政府莱猪进来的时候，他说你可以不要吃啊，对吧？那我大陆或者德国疫苗进来的时候，我也可以说你可以不要打啊，对。你既然说莱猪都可以大家不要吃了，那疫苗让它进来，你可以不要打嘛？你这个东西说不过去的嘛，对。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你不要为了高端的，你不要为那个高端的疫苗，你阻碍了其实像我们这些人的善心，包括像佛光山，包括未来的慈济，包括现在大陆的朋友、台商的朋友这些善意，你都拒绝，你这个人性在哪里？你搞什么东西嘛？我们今天大家在社会上不是待1天2天的，我们都见过一些世面的，我们都处理过人家要捐款，我们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人家要捐旧衣服、捐家具、捐什么东西，我们不是第一个先谢谢别人吗？然后告诉我真的需要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还愿意帮我把它送到我家门口，我真的非常感谢了，对不对？就这样子吗？还要你写一个计划书，告诉我你准备什么送过来，你到底怎么捐给我？对，然后你到我家来帮我们家看仓库，帮我家做个仓库，帮我摆起来，有这种干法的吗？我刚刚讲说，我不是个药商 ，OK， 我不是个药商，我也不是个买卖人。我今天就是因为我大陆这些好朋友、台商这些好朋友，他们知道台湾的困难以后，大家愿意来努力促成这个问题。至于他们有没有办法搞到1000万剂，这是他们的本事。我张亚中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这1000万剂大概多少钱。但是他们承诺你的就是这1000万剂。对他们给我的承诺，我今天除非你刚刚开玩笑的，我被别人忽悠了，被骗了。那我就跟你道歉嘛，对。但是现在为止看起来，人家包括全广东最大的药厂，这个就所谓出口商，也敢发这个证明。对，老师这一份就是那个，对，就是那个出口商他们经过这个侦验的委托，他们去帮忙联系这个所谓上海的复兴，跟中国的国药。那他们告诉这个侦验先生说，我都已经联系好了，我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说只要台湾的政府一同意，那我就安排放行。只要你看，只要能够得到台湾当局的许可，
随时可以进入交货程序。对，大陆方面的所有的疫苗的过程中，运送过程中不会出问题。BNT 的疫苗由德国直接出口，那相关程序也会在台湾方面问题解决以后进行最迅速的安排。对，请问一下，这还不够诚意吗？而且他还讲到，你看哦，就是在因为他也考虑到现在目前的台湾，有一些审核的过程，所以他讲到说，有关于这个疫苗的部分，他说，如果你需要什么相关的文件，比如说是你要药品的说明书，你要供货的期程，你要有效的期限，这些资料，他都可以配合，需要随时的提供。对，这些配合需要，你总有一个前提，你到底要不要嘛？所以他们其实诚意真的很够。对。但是台湾现在是到底卡在，我就问一下，如果说我们这次的疫苗不是从大陆来，是从日本来的话，是不是？那赶快贵的地方感谢了。对，这就是这个样子，很奇怪嘛。总统府的感谢函应该马上就出去了。也许我的身份他太不喜欢我了，对不对？好，所以假如我今天是美国的国会议员的话，他马上又把它做大内宣、大外宣了嘛。所以我觉得您刚刚开玩笑讲，就是说，其实疫苗它是不分国籍的，它是不分颜色的。打到每个人的身上，不会说打给黑人比较有效果，打给白人就会让他毒死，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这个疫苗来了以后，刚刚你讲的非常好，这个疫苗是不是经过国际认证的？我想这是我们的所思考的唯一标准，就是你在拒绝我的时候，请你用一些医疗的理由，不要用政治理由。你只能说张老师，你所提供的1000万剂本身都非常危险，我不敢接受，这我可以接受，没问题。你可能是个黑货，可能是个假货，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我可以告诉他，只要你同意以后，我马上把原厂证明书送给你。所以我现在走的路径跟你设定的8项条件，对不起，我不跟你玩那个东西，你那个程序太复杂了。你是用程序重要还是人命重要？请你告诉我，到底人命重要还是程序重要？文件重要还是人命重要？你答应我了以后，我马上资料给你嘛。你看每天死多少人，这些难道不是人命吗？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的部署太慢了，我们的整个的应变太慢了，这造成平白那么多人死亡，每天。但我觉得政府的心态到底是什么？对，其实现在大家已经得到一个结论了。网络上大家讲了很多，我看名嘴，今天我的蔡正元，我好朋友坐到我旁边记者会来讲，你就是高端党嘛，原来是个莱猪党，现在变成一个高端党嘛。对，莱猪党就一下莱猪进来，变成一个民党，变成莱猪党。现在为了整个就是护航高端嘛，把老百姓的生命于不顾嘛，就是护航高端嘛。所以我今天这个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大陆的疫苗的问题，根本就是所有疫苗都不要进来。对，只是把大陆拖出来当个他妈靶子打一打而已。那德国 BNT 也遭殃了，就这么简单而已嘛。那至少德国的 BNT 的疫苗，就说当初你看台湾曾经做过一个民调，那这个民调当然他没有把大陆疫苗放进来一起来做平等，他是说把台湾把目前的在德国 BNT、莫德纳 AZ 疫苗、Johnson Johnson 还有包含了台湾的2支的国产疫苗来做比较。如果你可以选择的话，你会打哪一支的疫苗？结果发现这个民调的结果呢，有80%以上是愿意打德国的 BNT 疫苗的。所以你看到德国 BNT 疫苗，它至少是受到台湾普遍人都认可它是安全的，它的防护力高达94%的，是可以的，是没有问题的。这么的好疫苗，免费要送到家门口来了，但是呢，我们却卫福部不太理他，不理啊，就不理啊。好，老师，我说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呢？我接下来当然会继续的争取啊，因为这个事情，既然大家有这种慈悲心，有这种善心，站在我今天的角度，人家委托我的角度，我希望把它达成了。对，所以我说你再不理我的话，我可不可以请你们安排一下跟陈时中见个面嘛？啊，我们可以见个面，一般老百姓跟卫部长见个面有这么难吗？好，那我把我的理由讲给你听嘛。那你说同意要不要同意？先告诉我，不要鸡生蛋，蛋生鸡。今天要或不要？我告诉你，这些疫苗全部都是国际核可的，完全对台湾有帮助的。你要，我马上回去准备资料，不要再玩那个游戏。我告诉你，所有你要捐款，你要捐事情，先把资料全部都备齐。我跟你讲，我不是做生意啊，我真的不是做生意。我今天只是想来帮助大家，我帮助你，因为受赠方是卫福部，受赠方不是我张亚中。OK， 我没有任何的好处在里面。我只有一种责任，对不对？我如果今天送的假药过来，那你千刀万剐，天打雷劈，我不可能干这个事情嘛。那剩下就是你的问题嘛，你要或不要就那么简单，你表示按你的意愿嘛。好，老师，我们在网络上有人建议说，老师你要不要找柯 P 或者是找郭董
来协助呢？如果说卫福部他一直坚持、一直纠结在你必须要有药证，你必须要有8大的资料去呈现，你必须要有经过他的程序。好，那如果说有一个方式，有人来协助你去经过，就是说完成这些程序的话，是不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呢？不是，如果今天柯 P 愿意接受我的赠送，我1000亿送给柯 P 嘛。所以如果说政府不要，你也可以送给台北市政府吗？我给地方政府嘛。柯 P 需要台北市、新北市政府，我也可以送嘛。云林县、今天南投县、花莲县，我前2天还跟花莲县长打过一个电话了，对吧？于真卫。他还说他们也需要，我说如果真的有多，我如果来的话，我也会希望能够将来替花莲县多争取一点啊。他们本身这种整个社会经历比较差嘛。也有主动找过你，希望能够帮忙。我主动跟他打电话的，因为我本来想开一个视讯会议，后来大概有一些因素进来了以后，就会议就暂时取消了。好，那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而且我们的朋友基本上也蛮够意思，这个1000万剂，那我们先试试看，我们先凑齐。如果台湾还有再需要的话，大家再来想办法嘛。OK， 好，我们谢谢就是帮人帮到底嘛。对，我们也要谢谢网络上有好朋友抖内我们，他说感谢佛光山救民于水火他也知道你的一个背景。我也是佛光山的嘛，对，我是佛光山的世界总会理事，星云大师还蛮喜欢我的。所以老师就基于一个想要救人，看到也不忍心台湾人民这样子活在一个不确定、一个担心的一个状态，所以希望能够能够引进，能够去找疫苗来进到台湾，但没想到现在是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刚刚有人讲说，那是不是跟柯 P 跟那个柯文哲联系一下？如果说可以啊，你帮我联系一下，我就拜访一下柯文哲嘛。所以老师现在说，如果政府不要，那没关系，那我就给那个台北市，要不要空投到台北市来？空投到对，空投一下嘛，台北市政府空投到台北市政府广场拿去赶快打，不就很好吗？没有，老师可能没办法，因为 BNT 还是要冷链的系统，所以没有办法。另外的国药它常温就可以了啊。没有，这就是说你要帮忙的时候，其实人家的善意，我们都在佛光山做过很多的，算是帮着师父们做很多好事情。这都是我们讲布施是一种功德了，对不对哈？接受布施其实也是蛮好的，因为我们懂得接受别人布施，将来有机会，我们台湾我们再去布施别人嘛。对，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人类生命，大家都是生命共同体嘛。老师非常有佛心哦，然后也希望能够帮助很多人。好，但是呢，总是会有一些人，他们背后的想法，他们的猜测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说，其实台大医院现在也有一派的医生认为说，国药疫苗就是中共的钱，就是打了国药疫苗之后就是统战。哦，他们就有一派就是这么认为。很奇怪的，这个药打在你身上，你就被统战了吗？我找个台独医生看个病以后就变台独了吗？这个逻辑很荒唐的。你一针打下去，台独就马上变统派了，有这种药吗？还那个诚实豆沙包，是不是有这种东西吗？你会被标签说你就是打过大陆的疫苗。我觉得这个社会，一个社会如果走向愚昧的话，这个社会是没有救的。对，这个社会要有理性。这个事情我们开玩笑，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张老师很有本事，一个张老师太单纯了，被别人骗了，对不对？但是你跟我认识，我总不是个坏人吧？我不会在这个地方现在来玩弄大家或干这种蠢事。我当然是一个存在我的一个善心，我希望把这个事情做好。我很严肃的来讲，今天基本上每一个善良的人都应该把生命看的是无比的珍重。好，只要能够帮助人的延续他的生命的时候，其实在生命的面前没有所谓的蓝绿，没有所谓的色彩。医生不就是这样子吗？医生今天看病的时候，还有说你是蓝的我不看，我的绿的看吗？有这种道理？没有这种医生的，整个医德是没有。同样道理，我们人也是一样。当我们去吃感冒药的时候，我会去想说，这家感冒药的背后那个工厂是蓝的还是绿的吗？不会嘛，一定看这家感冒药是效果好不好才是最重要嘛。人家绿的也可以做生意，蓝的也可以做生意嘛。所以有很多东西它必须要有一个界限的，这个界限跨越过去了以后，跨不过去，它的人性就受到挑战了。我这边很严肃的谴责一下我们的那个卫福部长陈时中，他今天的所有的表现，在人性这一方面，他过不了关，他太邪恶了。你觉得他太邪恶了？我觉得这种邪恶，我们还不是说是一种所谓平庸的邪恶，不是邪恶。这种邪恶在于说，你的那种带了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然后你面对一个生命的时候，你那种轻忽的、轻蔑的那种态度，你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作为一个医生
你应该有的一个慈悲心。我说句实在话嘛，你看他就是一个冷冰冰的，所有的数字高了一点，他就稍微有一点皱个眉头；低了一点，面带微笑。他有没有想到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都是一个生命？今天假如我张亚中，或者不要讲我张亚中，今天是中国国民党，或者再多一次陈水扁执政的时候，我觉得他都不敢干这个事情，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为什么今天的蔡英文、今天的陈时中会干这种事情呢？我觉得他们的人性已经没办法接受挑战了，没办法接受检验了，这是我们对人性的一个失望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我相信所有的晚中面前，你可以说这是大陆统战，你可以说你不要，但是基本上你不要有人要嘛。基本上面对一个生命的过程，就好比说我们到急诊室的时候，到了急诊室那个最后关头，大家要救命的时候，还在那边讨论说这个医生是蓝的，这个医生是绿的，这个护士是蓝的，这个护士是绿，有这种人吗？没有这种人嘛。这个药的出品是这个蓝的公司，这个药绿的公司，这个是共产党出的，那个是美国出的，这个日本出的就是好，有这个道理吗？所以这件事情完全凸显了我们这个陈时中还有蔡英文他们的整个思维，我觉得必须要讲，他们真的不是一般的人啊。什么人？那这个事情我们大家自己去想了，不是一般的人，但是他不是一个 Superman， 不是一个超人，而是作为一个人性的基本的资格，他都不够了。当一个人对他最大的指责，我觉得对陈时中最大的指责，你做一个人的基本资格都不够了。我告诉你，我张亚中也许这个事情做不成，也许做不成，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做一个人的资格，我绝对合格。因为我是想到台湾老百姓有困难，我去帮助他嘛。我想做这个事情，我做不做得成是一回事情，但是我这个心念我是在做嘛。那你陈时中有这样子做吗？你在思考所有问题的时候，你有把台湾老百姓生命摆第一优先吗？你没有嘛。他心中想的或许是老板的股价，想的就是股价嘛。股价比生命重要吗？人的生命，我用一句佛教的话来讲，这样子有3种东西哈，这个钱不能够赚的。国难的钱不能够赚，天灾的钱不能赚，人命的钱你不能赚。赚了这3种钱以后啊，真正打入这种恶鬼的无间道啊，永世不得翻身了。我们中国人不都相信因果吗？今天有这么多人因为你陈时中这一种的轻忽傲慢，多少人在急诊室里面嗷嗷待哺。结果你今天跟我告诉我说，哎呀，我更不要理你，你不可能拿得回来的。然后你这个疫苗中间会有问题的，你讲这个什么话嘛？请问一下，这还算是一个政府官员吗？我做一个人都不够资格了。他就是，所以我当然在这边谴责他。对，照理说政府的态度应该是说，哎，有疫苗，我们政府可能我们的政府可能有它的难处，比如说政府他可能受到一些什么他所谓的打压，他没有办法拿到。但是如果民间可以拿到的话，为什么就不用呢？我假如说，我跟你讲，以我们的人生经验，假如我今天是卫福部长，我听说有人可以拿到几十万剂，不要说500万剂，拿到20万剂，我第一个电话说，哎，张教授你在不在？我亲自去看你一下，我们一起来努力让这个事情能够尽快达成，好不好？是不是这个态度嘛？一定是这个态度嘛？我亲自去拜访你，为什么？你到我拜访我也不是因为了你嘛，而是为了这个事情早点促成嘛，而不像我现在要求见你一下，请你们派一个辅导小组来辅导我，装的没听到。装的没看到，而且你要送的是免费的1000万剂的疫苗，帮你送到家门口的1000万剂疫苗，不是说我跟你讲一讲，你自己去接洽，不是，是他帮你帮他处理好，你飞机还送来，是不是？对，飞机飞过来了，你自己飞，你就说我不会自己飞了，台商他们把飞机都准备好，这个运费都很多钱的，也包含的运费都在里面，对，全部帮你付好。哎，这不少钱，你看郭台铭500万剂，他要花几？我不知道，真的，我对这个数字是没有任何的概念。我说实在，我也不了解1剂多少钱，那个运费多少钱我都不知道。我就很单纯的说，人家要帮忙，我今天把这个讯息告诉卫福部，卫福部请你回答我一下，我告诉别人，让别人好安排。这事情很难吗？这个事情很难吗？如果你告诉我说8项规定要填这些资料，那个资料表格我都没看过，我怎么填啊？填的我表格我自己都不会写，我怎么填啊？我叫你辅导我一下，不对吗？老师，或许在经过我们的节目这个小时之后或许有一些地方政府现在急着都想要跟你联系的，因为大家地方政府都想要自己去买疫苗的，不一定都买得到，不一定有管道，但是你现在有免费的疫苗，
我相信有一些地方政府，如果真的是非常的需求疫苗、十分恐急的，应该会赶快想要跟你联系。如果没关系啊，如果他们能够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就给他有什么关系呢？地方也是我们的老百姓啊，中央也是我们老百姓啊，他中央还是要分给个人啊，对不对？你愿意要的人我们就给嘛，就好比我们在做善事一样，愿意要我们就给你，不愿意要那我就谢谢你了嘛，那就算了嘛。老师，你会觉得说，现在这个整个台湾哦，因为疫苗这件事情搞得都快要分裂了，而且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就是其实人民对于卫福部、对于陈时中、对于蔡英文，其实是极度的不信任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陈时中这种人呢，我跟你下来以后，你在路上会被别人打的，会被别人吐口水的，你要知道会被别人揍的。我说那个揍不是用揍，那个揍那个，所以说。你懂我意思吧？那个咒就是说，人家会咒你祖宗八代的。你基本上你要知道，你这种事情积了多少，把你的阴德损了多少啊，对不对？这个事情是不能做的。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的感性来讲，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在世界上，你可以用你的政治立场，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对，但老师，我觉得我还是蛮疑惑的，就是说，在过去1年，我们防疫防得这么好，大家呢也觉得陈时中当卫福部长、当指挥官，在过去的1年其实也指挥得很好，为什么就在今年的这个时候，突然他的态度、他的整个对外的一个发言，他似乎不是那么的重视人民的生命了？我想只要问他嘛，所以我们只能讲到这个东西。假如你这么不正常的，只有2个情况了吧？一个是名，一个是利嘛，还有一个再加一个你的品格本来就有问题嘛，好，或者你的脑筋已经坏掉了。那我想台大的医生，台大的应该不会脑筋坏掉。那现在看起来很大的就是你的品格出了问题嘛。那品格的人品出了问题，你的人性出了问题，一定有些因素嘛，那就是名和利嘛。或许你今天想到是扒着蔡英文，还想有什么的高官可以做，或者这个股票市场有没有你的朋友，我都不知道。但是一定就这些原因嘛。但是再多的原因，我刚刚讲，我们检验一个人的标准，人性是最基本的标准，人性是基本标准。有些台独大佬，我个人也很尊敬他。你所认识的一些台独大佬，他们现在是不是态度上有一些的？你看吕秀莲的态度是怎么样？把蔡英文政府骂得跟什么一样？吕秀莲就说，人家有他的政治立场，应该马上要下台。他何止马上下台？我觉得他今天下午就该走了，对不对？早就该走了。搞成这个样子，难道没有责任吗？都不必负责任吗？老师认识的人也很多，是不是有一些本来很挺蔡英文，或者说很挺陈时中、很挺政府的一些独派人士，是不是现在在态度上也有一点点的担心跟转变？当然，你看绿营里面骂的很多，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所反映的，我跟淑芬您报告就说，这件事情反映的就是我们台湾的，我刚刚讲最可怕的是人性出了问题。一个社会它的路线政策我们都很容易调整，可是人心坏了以后，这真的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台湾的这一群领导阶层，他们的人，我们用句通俗话，你怎么这么坏啊？你怎么这么心这么狠啊？就这么简单嘛？老百姓就想，你怎么那么狠嘛？你怎么没想到别人生命垂危的时候，你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嘛？这种东西是社会上最可怕的。你说你有政治立场，他有他的政治立场，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坐下来讨论就好，不行，我们透过选票就解决了嘛。可当社会的程序，这个领导阶层他已经违反了人性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危害不够大吗？对，老师，你刚刚讲到选票部分哦，因为明年就要选举了，就是说现在包含了蔡英文也好，或者是陈时中也好，他的声量还有苏贞昌，他们的声量都在下滑，甚至呢，他们的声量负声量比正声量高出非常多倍。老师会不会觉得，明年人民是不是会用选票来修理他们？我觉得当然，人民会选票一定会修理他们。如果这个记忆是存下去的话的，但是因为我是国民党，国民党也占不到好处了。因为你看这一次疫苗的事件，国民党的声音跑哪里去了？我们也没有看到。那谁会占得比较优势？像柯文哲。或他就会取得更多的优势嘛。所以一个疫苗来的时候，也是考验每个政治人物他在关键的时刻时候他的果断力跟他的决策力，这是很重要的嘛。好，那今天我刚刚讲说，这一次我会认为说，蔡英文政府特别陈时中受伤非常重。我刚刚讲受伤非常重的很重要的概念，我再重复一遍，他们的人性出了问题。这个是我们善良台湾老百姓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就是为了个利益，对，说白了，这个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这个很简单嘛。所以我刚刚讲句比较重的话，做个人都不够资格了。那你还做官呢？所以陈时中赶快下台吧。
或者陈时中是不是能够转念一下，来跟张老师好好的谈一谈？因为毕竟我们真的非常的需要疫苗，这1000万剂就在门口了。如果你对于国药疫苗或者大陆疫苗，你可能有一些疑虑，那没关系，至少我们还有德国的 BNT 500万剂，是不是赶快来跟我们张老师来联络一下？大家谈一谈，坐下来谈一谈，就为人民嘛。你回过头来看人民的每一条的生命，对，把这个当成重点，把这个当成你最要务之急来进行，那么或许还会有一些的转换。OK，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张教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做非常深入的一个说明跟分析。那么也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洪流洞见，请大家记得在影片结束之后呢，在我们底下留言，那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也请大家也记得要按赞。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谢谢，谢谢。